这里是一个马场，荒废了这几年，损失惨重。为了不让它继续荒废下去呢，去年年底我种了一些苹果苗，也决定留在农村，好好打理这些苹果苗。这4万平米的地是由跑道围成的一圈，西南位置有个小木屋，以前是休息室，面积大概30平米。我打算收拾一下，改造成1室1厅的小楼住进去。东边现在已经种了，之前看别人除草和清理院子，真是解压又舒服。自己开始干了才知道，这活这么累。这地里的杂草又高又幼，比我的苹果苗还要旺盛，真的是要累劈叉了。3个监工整天盯着我干活，生怕我偷懒耽误了进度。我争取3天完工，好了吧？腰都要快累断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。用这个小除草机差点把自己干废了。今天整个大家伙，割草机2.0版本，188cc 单缸柴油风冷发动机，免摇启动，手动3档，出发。今天我的任务是把这一大片草割完。大家好，等一下。趁手的家伙事儿果然事半功倍。废话不多说，撸起袖子，加油干！小木屋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旧的木板拆掉，都是用螺丝固定在钢架上的，只要重复的工作一个一个卸掉就行。但是荒废的太久了，很多螺丝都生锈了，所以拆卸还是出乎意料的，花了很长的时间，又是腰断了一天。加油干吧！这奇葩的桃花树难住了挖树师傅，那些树枝全趴在地上了，能过不去，只能从这下面掏着开始挖。这么粗的根，挖了2个小时，终于把它挖出来，费了9牛2虎之力拖到小木屋来。在旁边看着好心疼啊，赶紧添上土，看看怎么修复一下。老手一引，还是有办法，拿绳子一绞，果然复原了。先浇2桶水，过一阵来汇报一下他们有没有发新芽吧。这是我的小木屋，加固工程已经好几天了，今天终于开始要搭建北边的露台，所以我非常开心，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，用脸去抬100多斤的支撑梁，差点被砸晕过去。受伤的佩中，赶紧搭好露台，我就可以开始处理地面了。八一和红豆今天也准时到岗监工，开始做地面硬化。接上水泥开工了。水泥买多了，再往北边多延伸出来1米。赶小屋的改造已经快1个月了，
今天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改造进度。经过再三的方案确认，我还是决定给小楼的2层做水泥地，加好挡板，铺好钢丝网，收拾好地面，准备开工。由于小楼北面是只铺防腐木的露台，所以铲车要绕到南边的阳台把水泥倒上去，就只能辛苦工人师傅们一点点把水泥铲到全屋铺设了。我还计划在水泥地面上做地暖，所以地面只需要粗磨一遍就可以了。等水泥完全干透以后，就可以安排更换房顶了，一起期待一下吧。今天我就要名正言顺的上房接瓦了。一早，工人过来给我送房顶。昨晚的大雨让我果园里的小路成了大难题，连拉带拽的，终于把房顶拖到了小路边。我选的这个房顶是一个带阻燃保温的纳米瓦，优点就是保温效果好，还隔热。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丑。但我认为功能性更重要，丑的好解决。工人师傅们搭好房顶的框架和支撑，就开始把原来的房顶拆掉。我也同步把以前没拆完的木板拆掉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小楼这就上新屋顶了。好像以前村里盖房到了这一步都要放鞭炮的，我就只能在视频里炸一下算了。完成了加固工程，跟砌墙的师傅们敲定方案后，我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打磨工作。灰太大了，快把口罩戴上。虽然角磨机的效率挺高，但是换了钢丝刷的割草机也很趁手。打磨准备开始刷防锈漆。买的加气砖下午送到了。选用加气砖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钢结构的承重和安全性，同体积下的重量也是红砖的1/3，在保证轻量的同时也有一定的强度。外立面我还打算加保温层和防腐木，所以防风防水的能力也不必担心。这几乎是我能想到最好的方案了，你们怎么看？自从我把小楼拆了只剩框架，我就在等着砌墙的这一天。奔走相告，我的小楼事隔3个月，终于又有墙了。看着师傅们和水泥，我都想说放着我来。奈何我今天还要把所有的柱子刷上防锈漆，师傅们，你们加油！Die Reling sah,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.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. 这大概是工地最舒服的风向。
墙砌完了，还剩这么多砖，你们说我再砌点啥好呢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窟窿是干啥用的？大胆的猜，是不是有点像烧炕？差不多。这是下灰口，我想做个壁炉在房间里。我既想要冬天取暖，又不想每天打扫柴灰，就做了一个大下灰口。就这，攒上1年都行。园子里枯枝很多，柴火充足，有个壁炉也可以消耗一些。你们觉得我这个下灰口的设计怎么样？水泥干透了，就轮到我这个杂工登场了。今天来给地面做个大扫除。为了省1000多的安装费，我在地上蹲了3天。电地暖买回来之后呢，我琢磨这活难度不大，自己能干。只要提前规划好加热电缆的长度、间距和回路，然后用扎带一点点固定就可以了。白天太晒，铝膜太热，只能晚上再干。只不过这活要一直蹲在地上，低头弯腰屈背，我承认我还是低估了难度。3天蹲得我腰酸背疼腿抽筋儿，颈椎病都给我弄出来了。又熬了2个大夜，总算把我这小小的一块地坑铺完了。把多余出来的扎带剪掉，然后我就可以收工了。第2天约了瓦工师傅们水泥回填，第1层铺上小块的鹅卵石，可以更好的热传导，还能增加地面强度。上面再来1层水泥砂浆收面，整体厚度3公分，既保证地面强度，又不会影响热传导，总算解决了冬天太冷的问题。工人师傅们的人工肉眼找平看来还不错，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，越来越期待小楼完工后的样子啦。我留这几个窗户洞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做窗户能这么贵。为了看着我这1亩3分地，我含泪订了4块大玻璃窗，通风通不起了。就这大玻璃上，想要装个可开启的窗户，少则2、3千，多则可就上万了。园上风大灰大，果园里虫又多，窗户还是能少则少，不行就买个小新风机，靠东边和卫生间的窗户通风了。我选的是中空的钢化玻璃，一面超透，一面带防紫外线膜的。玻璃一装，我这4处漏风的小楼，以后夏天全靠空调了。不过我看有那种带新风功能的空调，有没有用过的朋友，值不值得入手呢？果园小楼的改造准备要进入尾声了，隔壁村的小伙伴要来找我玩，那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。卫生间的防水涂料刚好要刷，带它锻炼锻炼身体吧。刷完防水刷墙布，太阳下山，我的小蒸笼就可以开工建设了。我的朋友强烈要求体验生活，那我怎么可能不满足？生这么大一桶脏乱高了。看他的表情应该很开心，反正我是这么觉得。可谁知道他一回去就失联，不接电话了。是我招待不周了吗？还有没有别的朋友要来找我玩的？在果园的小楼里了解了价格之后呢，不但没有死心，反而越看越喜欢。翻遍全网，我终于找到了性价比最高的微水泥。先来看看我的最终成果。
我全屋房顶地一共280多平，最终连工带料花费了5000多，1个平方的造价才不到20块。相较于买成品微水泥，动辄1个平方400、500的价格，我也算是花小钱办大事了。在建材市场买了石英砂和白水泥，又在村里买了外墙腻子和石膏粉，还选了色浆来调色，把一定比例的石英砂、白水泥、腻子粉和石膏粉混在一起过筛，然后用环保白乳胶加上界面剂和水均匀搅拌，再加入刚过完筛的混合干粉，这就是我的自制微水泥了。看第一遍上墙的效果和第二遍上墙的效果，奶油的颜色和坚硬的磨砂质感效果还挺不错。地面的颜色我调的深了一些，更偏向于肤色。最后的整体效果就是这样了，不怕油不怕污，防水好打理。这波操作我给满分。地面刷2遍抗粘底漆，干透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施工了。计量用料比例：外墙腻子2瓢，高强度白水泥1瓢，然后石膏粉1瓢，石英砂1瓢。配好粉料呢，然后就是过筛2遍。筛子是我在建材市场里面买到密度最高的筛网。水泥施工呢，至少要4遍以上。我呢不追求那么高的平整度，主要还是为了省钱，就只做了2遍。然后半瓢的水性界面剂和2瓢的水，这里加入少量的白乳胶，可以更好的披刮。最后让施工的师傅和料时，根据软硬程度来确定要不要调整一下水的多少。再以后呢，用针管做计量来减少色差。微水泥干透以后需要进行打磨，把不平整的地方磨平。我自己只在干透以后粗磨了1遍，这样一个完整的施工流程就完成了。铺面之后是可以像地砖一样正常打扫了。不过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平替微水泥，友情提醒，在做墙面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地面，要不然施工掉下来的料硬度太高。室内也算告一段落，今天就要让它彻底的变成我的梦中小楼。没错，我要让它回归它本身小木屋的身份。想想看，一个避世在园子里的小木屋，是不是挺不错？为了不错这俩字儿，花了大大超出预算的钱，去买了很多防腐木，1公分厚的做墙面铺在保温板外面，3公分厚的用来铺门厅和大露台，围栏就直截了当一些了，方木当立柱，然后2竖3横，简约而不简单。剩下的材料还够我做一个长凳，物尽其用，又省了好几百。唯一感觉有些翻车的就是第2遍的木蜡油的颜色被我调的有些太红了。外立面一做好，这个水泥房子就算是融入到这个园子里了。我花光了积蓄建了这栋小楼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另外，有没有朋友能给我一些意见？这些白色的钢架结构，我该怎么美化一下呢？我这个水池，我跟你说，是拿汗水浇出来的，不知道这泥为啥那么松啊。自制微水泥配方大升级，方用在地面上强度够不够？我也做了很多研究，虚心请教了很多业内人士。现在我就把我最近的研究成果公布一下。首先我要说，今天已经不是之前的平替微水泥了，自制的材料成本大约1个平方9块钱。有需要的朋友记得收藏哦。高强度白水泥8公斤，然后加入2公斤的钙粉，与微水泥这个专用的母料均匀混合，再加入到微水泥专用的聚合物乳液中均匀搅拌。
最后加入10公斤的石英砂，继续搅拌。如果用在室内的话，最好把石英砂过筛2遍，然后就像皮刮腻子一样去粉刷就行了。看一下，这是干透打磨后的效果。这次微水泥的水池全程是我自己施工的，只做了2层。过程虽然各种笨拙和翻车，但是好在效果还是让我满意的。总共花费150，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试试哦。人家都是2级粉刷工，我这是2天粉刷工，今天是第2天干瓦工。刚才掌握了一项新技能，我跟你说反抹。之前这样正着倒腾比较简单，哎，看，哎，回乡打理果园已经大半年了。这块空地按照之前的想法是想做成我的小农场，经过再三的思索，还是决定给这里铺上草坪。地面先用拖拉机旋上2遍，换上小3轮，把地搂平整了，野草根也都翻出来清理干净。再把隔壁园子的压路机开来显摆显摆。我还想养上一只小山羊，果园里的野草就肯定够它吃了。等我把农场全部收拾好呢，就把它们带来一起生活了。这2个调教圈以前就是养马驯马的，如果后期经济允许呢，可能还想再养上一只小马驹，骑着马遛南国应该还不错吧？想想这日子应该很美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像我一样做全屋自制微水泥的，怎么样才能确保地面好清洁好打理呢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双组分的罩面。好的罩面防水防污抗渗透，还有很好的附着力，能与微水泥融为一体，还能增强微水泥表面的硬度。上一次在某家买的罩面翻车了，65平的地面铲了8、9天，腰也断腿也颤。这一次呢，为了我重新做地面更完美一些，我提前选择了3款双组分的罩面漆，同时在一个台面上去做实验。用胶布等分3等份，先刷上各家搭配的封闭底漆，干透之后呢，再滚涂3款双组分罩面，各2遍，然后就是等待啦。双组分的罩面需要7天的彻底固化时间，才能达到最佳稳定的状态。7天之后，现在我拿厨房最常留下的污渍来做测试：食用油、酱油、料酒、茶叶和醋。酸性的醋和碱性的茶碱也同时能测试出耐酸耐碱的性能。现在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了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防渗透效果怎么样。这块是之前那个茶叶，这个是柠檬，米醋和料酒是这一坛，这边还有一点点酱油的痕迹，油都没有沾上去。经过测试和对比，有2款的罩面都能顶得住我的耐污耐水测试。只有中间1款罩面留下了很多污渍，硬度大家其实都差不多，剩下的就要看时间累积下来的耐候性了。我家里的地面准备用环保高于欧标、几乎没有任何味道的右边这一款。聚氨酯的底漆配合双组分的罩面，不管是防水、硬度、抗渗透还是环保，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标准。没有房贷，没有月供，没有公摊，65平的室内，40平的露台，1200平的院子。我不嫌它在农村，不嫌它房子小，不嫌它院子大杂草多，不嫌它有野鸡，一室一厅，一厨一卫，简单干净的装修风格，大大的落地窗，不去挤地铁，也不闯下班高峰的市区，不热闹也不孤单，忙时也顾不上吃饭，闲时也能逗猫遛狗，刚刚好的生活，不卷也不躺。然后去专业的折弯切割工厂买壁炉所需要的钢材，清点好所有的材料就可以开工了。找了村里电焊技术最好的大哥来帮我焊壁炉，虽然2个人都没有经验，但好在这个设计图里做了便捷的插扣设计，跟拼积木一样，焊接就按顺序从里到外焊就行了。我跟着打下手，3天才完工。炉体内的每一步需要满焊才能保证炉体不会漏烟。焊接完壁炉的主体之后，就是将外侧打磨平整，尤其是焊点的地方，不磨平的话会有划伤的风险。然后就是喷漆，需要专门的耐高温漆。
喷2遍就可以了。另外还需要壁炉的高温玻璃、玻璃门上的防火棉、门轴、门把手、炉体内的制湿保温板、烟囱、弯头、护墙板、雨帽和防烫网，这些都需要提前购买。在焊接的时候，很多配件都需要提前做好。等漆干透后，再将壁炉抬到我的下灰口上面就算完工了。装好烟囱和防烫网就可以点火了。功能其实也非常全，包括它的一个风幕系统，然后2次燃烧的系统，还有周边的一个空气热对流的系统，包括它的排烟都是可以大小调节的。我这个规格的壁炉在国内的市场成品的话要卖到1万多，但是我自制的下来省了有1半的成本。我这个壁炉还有一个小的机关，因为我这个房间都是纯白色的，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柴灰是可以进到我的房间里面的。好了，下灰口，所以这些柴灰都是可以直接到房间外面的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我之前的视频。在每次打扫完柴灰以后，只需要搬动一下这杆，所有的柴灰就已经掉到房间下面去了。冬天坐在这个西南角晒晒太阳，看看风景，也是非常舒服。园子里冬天修剪的枯枝废柴也特别多，刚好在我这壁炉里面也可以废物利用。这一个壁炉，我这65平的小房子，冬天是绝对够用了。烤着火，撸着猫，我这配置还可以吧。